我甚至有看到过很夸张的，他一年要动30次刀子。那是不是医院没找对呀？对不对？对，一直得动那些以后还能再动的事情，或者不是一个永久的，就不要把这件事情做死。我觉得现在的整个社会啊，说的有点像一个就是美丽的压力锅啊。虽然大家都说要自信的展现自我，然后活出自我，然后美出自信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给女性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男的他们说就是你穿着 OK， 服装去干净就可以了。现在对男性要求这么低吗？本来就是干净就行。对，但是比如说女性的话她的角色就比较丰富，就会有很多造成压力的地方。所以也想问一下Zoe，有没有就是对自己的穿着容貌有过焦虑的时候？肯定是有，怎么可能没有呢？对吗？那这个焦虑来自于哪里呢？回到刚刚那个镜子，就是在那些镜子的分析当中，你发现如果我可以这样，那可能会更好。那这样子，如果我得不到这件事情，我不能改变成这样，那我就会有一点焦虑。其实也是跟自己的 well-being 有点关系。就当你发现你的这个焦虑来自于，比如说我以前不太会去健身房，因为我天生就是瘦，吃什么就是怎么吃都不胖的这样的体质，看起来很让人羡慕。但当你的镜子很多的时候，你就发现，我希望我自己更紧致呀，我希望我自己就是有些线条呀。那其实这个背后，我自己也想过，如果是那样子，我其实是更健康的，而不是纯粹的就是看上去更好，它本身也是更健康的。那我有什么方式可以达到那样子？那我可以给自己训练呀、锻炼呀，在饮食上。所以这5年来，我基本上是开始饮食和锻炼方面有在加强。饮食我是减碳了、低碳了、去碳了16+8的饮食方法，然后在运动上面也加上了无氧。我在我的小红书上也做过5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的对比，是有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也是我自己想要的。那5年前的那个焦虑，其实不在5年前产生的，可能那时候的镜子不够多，可能那时候意识到紧致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突然有一段时间发现，我如果更紧致的话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我觉得可能就联想到现在比较火的医美的问题，就因为我觉得现在我有做，是吗？我想知道你对医美的界限在哪里？就是什么叫医美啊？不知道说对不对啊？热玛吉啊这些，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入门阶段的。我说的其实是说的是动刀，因为回到刚刚说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你还只是服装，因为你这个东西是可以通过改变，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对吧？然后通过镜子的这个反馈，然后 OK， 你说你这个是特别 comfortable 的，你也比较有信心，但是很多人他比如说是容貌焦虑，对。那容貌焦虑的话，他说哎呀这个东西是天生的，就我也改变不了，那这个又怎么样？因为我现在比如说看小红书，看到很多网红，那我承认啊，就是他们还是很漂亮的，但是呢，你就会觉得美的千篇一律。那如果你美千篇一律的话，可能就无美可言嘛，对吗？千篇一律这件事情，从一个设计师的角度来说是没劲的。就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它有个审美疲劳的过程。当我看了这么多长得差不多脸，像韩国韩团，我根本搞不清楚谁是谁，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过去的是个模糊的概念，我并不会对它产生过多的印象。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会跟它产生共鸣，因为它是模糊的。所以我个人哈，我更欣赏有自己独特的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会被它的特色吸引。那这个特色是不是跟大众审美一样？因为我比较宽泛，我更喜欢每个人有自己的特色，并且把它放大的这种。如果这个人他能够找到自己有特色的那个点，并且把它发光放大，同时我就会觉得他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不是一个
想要遮盖的点，是他一个想要发挥出来的自信的点，我会被他影响的。我觉得这个好像跟做品牌的逻辑有点类似啊。很多网红他当然希望粉丝越多越好了，是的，他可能就是比较在意的是我最大公约数的那个镜子的数量。但是比如说如果是一些品牌的话，我觉得现在如果你要品牌要脱颖而出的话，可能不是说你要去做 mass consumer，更多的其实是你要找到OK， 你自己的那部分拥趸，可能对于很多网红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要走差异化，同质化的呢，就是都是千篇一律。就我看到有好多是他医美成瘾，就是他要不停的动刀子。我甚至有看到过很夸张的，他一年要动30次刀子，可能每个月都要去做。就如果以心理的角度去切入的话，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从美的角度哈，我们返回来说美的角度，为什么我说我也是做医美的？那像热玛吉啊、Botox 啊这样子的东西，是越来越常见了、普及了。为什么女生到了40几岁，现在看起来都跟以前的40几岁差很多？其实科技是可以跟人的这个衰老程度所结合。那在身体上的结合是我刚刚说的运动啊、吃啊，你是可以保持紧致。那在脸上的结合，其实 Botox 和热玛吉这些，它都是帮助你水分减少流失啊，然后肌肉减少动啊的背后的这个逻辑。那再回到陈浩刚刚讲的，就是一年如果动30多次刀，那是不是医院没找对呀？对不对？对，对不对？也不完全是他对这件事情不断的有成瘾的这个结论，还不一定。另外呢，他有可能还没有找到什么是真正适合他的，在不断的做的过程当中，他问了不同人的意见，然后给了不同的，他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就变成一直在环绕，有可能的。我都会看到，比方说，一个人在推，然后就会推给我另外一个人说这个东西没用，然后我就看很多这种东西，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就是崇尚自然的，就是我觉得，比方说她去某个时间段，比方说我有个闺蜜，她要结婚了，她这个时间段她去做密集的一些修护跟一些补水啊这些，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你去美容院，她也会跟你说，比方说这种科技你是要一直做的，你如果不做的话，它就是没有了，或者是它会减弱嘛，或者是你就算是打水光，或者是你是打甚至是那个玻尿酸，对吧？现在也是它会流逝的嘛。还有就是审美，你对脸还是会一直改变的嘛。以前流行大双眼皮，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大家讨论去台湾做便宜还是去哪里做便宜。然后做完大双之后呢，就开始新的技术，后来就说喜欢单眼皮了，那怎么办？就去不掉了。对呀，10几年前的技术其实很明显的，对，因为它是割的，然后后来就变成埋线，对吧？我觉得这种审美的话，它还是有一个时尚的轮回。对，就是每个人的骨架、每个人的脸都长得不一样的，然后每个时间段都有它不同的觉得美的。我们挑模特，什么样的模特过来给我走秀，什么样的模特过来给我穿这件衣服，真的我会看到整个趋势是真的不同的。一会儿是要方脸，在我刚毕业的那段时间，真的不是瓜子脸是当道的，像张曼玉那样子的脸型是那时候最喜欢的。然后有段时间是标准的浓眉大眼，再到后面就变成丹凤眼。再到后面就是你长得眼睛特别小的，然后特别中性的，这跟我刚刚讲的5年和7年也是完全有关的。因为你穿的衣服如果是很中性的，你的脸就不可能长得太妩媚，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审美过程。那作为个体来说，我不可能从脸的布局上面来调整5年一个女性化，7年一个男性化。眉毛也许可以，你可以做平眉，我们的眉毛一直在变，是的，有没有发现？是的，一会儿是这样子，对不对？一会儿是粗眉，一会儿是就是对细的，不知道男生根本不 care， 就是没有在意过这件事情。但其实我看我以前的照片，第一个就是看到眉毛，天哪，眉毛怎么以前是长这样？对，其实脸没有变，最多的就是眉毛。有时候是什么头的是轻的，后面是浓的；有时候是前面是浓的，后面是轻的，都有。对，如果要问我的意见是什么哈，就是如果一个人女孩子要去整形，她的意见是什么？ flexible，
就是你动那些以后还能再动的事情，或者不是一个永久的，你给自己一个其他的机会 open 一下，就不要把这件事情做死，可能是个更好的想法。还有一些微调呢，就是从衣服上来说也是，就是比例关系、结构关系大于你的细节调整。是，那从这个思路去做，你的美商也会提高，就是你会先去看你的骨架、你的头的比例的大小和你身体的大小，它有黄金比例的一些说法，你的左右脸的对称啊，各种各样，你的眼睛和你嘴巴，就有的人五官不好看，但是放在一起你觉得很舒服，舒服这个点是很重要的点。你看了网红的脸和你的脸，你去补差。这个当中的差距太大了，因为骨架本身就是不一样的。是的，是的。那我就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投射到我自己。我小时候很不喜欢我的脸型，然后呢，因为我这里是比较突出的嘛。你这不就张曼玉的吗？有人这么说，但是我自己不这么觉得。但重点是因为这个脸型，然后小时候真的很不喜欢。你知道我们那个小时候不能化妆上学的嘛，都素颜，然后我眉毛特别浅。然后就是你不能画眉，然后你就上去就是顶着一个大方脸，然后就是去，然后穿那个校服特别难看。长大了我现在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我现在看我自己，我也觉得挺好看的。对啊，如果你是尖脸，你就没有那个特色了，对，是不是？然后我的姐妹近几年她说，你最近是有什么变化？我觉得你变好看了很多。就是别人跟我说，就我的镜子跟我说，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变好看了。那你有没有就是再深入问一下是哪里变好看了？下次问一下。他说可能穿搭跟化妆，就是可能化妆变了，但也有可能是审美。但我觉得我穿搭跟化妆的确是长进了不少。我到大学都不太会化妆，就是我看那照片我就不堪入目，就是这个我不会放出来的啊，太难看了。但我觉得这个是审美是会变的一个过程，挺有意思的。我其实小时候并没有太多的经费去买自己的衣服，所以我有一个表姐，她特别喜欢买衣服，所以我就是拿来主义，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她穿剩下的。我觉得我自己的改变是到哪一天改变，就是她给我够多，我有选择权的时候，才开始。我才有自我意识，这衣服我穿的好看，那衣服我穿不好看。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没有选择权，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一些。在有了选择权之后，我就开始做设计啊，做什么，一直到去英国，就是如果我有大量的时间，我就去逛街，我一天逛8个小时。就我刚刚讲的，就是每个牌子的衣服我都试过来，然后把这些东西都 mix and match， 把我自己的觉得好看的东西合在一起。穿上之后，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也很重要的。就是在当时我在英国的那个环境，大家如果觉得你穿的很有自己特色，就觉得好，别人会来给你 say hey I like your look, where did you buy it？ 他不会来问的，问多了你就会讲，我穿的还是蛮好看的，我自己配的，我很喜欢的。然后有的我说我是在中国买的，我也很自豪。就这个过程多了，它其实是一个。award 就是你去努力了，然后 award 有个正向的反馈。这个源头，我觉得还得感谢一下你姐的爸妈。不过我没有这个姐姐，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你姐的包容度也是很大，就是什么样的风格都会穿。而且正反馈我觉得特别重要。我从就是刚刚的例子跟你的有点相像，就是你通过了别人的正反馈多了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我这样也挺好。假设说就是说有负面的反馈，那怎么样去屏蔽那些，或者怎么去对待这些负面的反馈呢？看你在哪个阶段，你身上的穿着和化妆，我觉得这是要花时间的，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也把这个当做 priority。我身边很多人到现在40几岁都没有，就真正的化过妆，也没有去学过化妆。只有在我这样子的行业的，或者一直跟美妆打交道的，或者跟医美打交道的，会去好好研究。除此之外的女生，我觉得没有时间好好研究。当中你就会就是受到外面的评价，然后来改变。其实这些人只要花一点时间，稍微研究一下，你就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妆容。我觉得你就是找到适合把你的特点放大的妆容，然后别人就会觉得你变好看了。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是的，这个其实还是跟所以刚刚说的跟自己的心境是有关系的。有。我以前刚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穿格子的不一定是格子，就是衬衫，然后必须要有袖钉，而且袖钉得不同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搭配，然后很包的
格子裤子，然后再加上尖的皮鞋。那我现在的话呢，就是更喜欢穿比较 colorful 的衣服。就是你找到了一个可以直接表达你自己的一种穿着方式呗。对，就还是回到那个审美的这个范畴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在这个你自己喜欢的装修里面，你会觉得很舒适，这就是我在装修过程当中碰到的例子哈。就是那个台面的高度，我跟装修队说，我这个台面高度设计的是70，装修队说没有的，外面标准都是60。我说那姚明呢？那姚明家是多少高？那装修队不理我，觉得我在钻牛角尖。我说人的高度，我最舒适的高度就是70。对啊，如果大家是60，那是人家的房子，我现在做的是唯一一个我以后要住的房子呀。其实这个谈话的过程就是一个标准化和你自己什么是你舒适的那个点的一个博弈嘛。我有个启发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所谓的主流或商业，它其实给一些想要找到自己或让我自己舒适的一种生活方式，给我带来的很多额外的成本，意味着我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可能以前就更是了，现在还是，比方说我要一个70厘米的桌子，如果你经济条件不好，你别想了，就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你只有说那我加钱，你不然你买不到。它全部标准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要为你做一个70的，对吧？就桌子这种，它木工的可能还好，一些开模的东西，就是一些标准化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刚刚讨论到主流跟商业，它其实给很多人想要做自己，它可能增加了很多成本的。这个我其实稍微有一点不同意见，我觉得并不一定要说花很多的钱，或者说花更多的资源做自己。其实现在上海有很多中古店，我在那个武康路旁边有一个小路上面，也有一家蛮有名的，开了好多年的一个中古店。你里面其实花的钱可能并不比你买一件快时尚的衣服要来的贵。像日本中古店有很多是把衣服捐出来的，它并不是卖到这些中古店里面去。我觉得还是你接触的信息量要够多，你渠道愈多的话呢，你自然有更多的选择。对，是。跟我们平时在做其他所有东西一样，就是跟美食一样，你只有吃够美食了，你才能分辨出哪种美食的各种特色，其实是一样的。姐还有一个朋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他呢就是选择去做岛居，就等于把一个农舍改成了自己的房子。但你如果正常的情况下面，你如果让装修队去做的话，那你其实就贵了，你还要找设计师啊什么的，然后再要做这个工程，对吧？他是完全一个人自己改造的，就是整个房子是他弄的，花园是他自己弄的。我看过这样的视频，很解压，对我来说很解压。对，我也喜欢看。更新了80几个视频，自己种蔬菜，自己种水果。我觉得我就可能做不到这样子了，对吧？因为你自己有你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你自己要去做的事情，对吧？那其实还是在于你自己的选择跟你自己舒服的一个状态嘛。那现在商业化，比如说 Zara 啊、H&M 啊，这么多的就是商业化的东西，大家都在找一个审美的反义词。我那天有就是稍微分享一下，我觉得审美的反义词很有可能是日常，2个字。什么叫我？就是有没有听大家说啊，我这衣服我不敢穿，不够日常，或者那个它挺日常的，挺好的，就是有一个日常的一个形容词在那里。那这个词就像一个假面一样，它其实把你给遮掉了，想把你真正想要表达的那个东西给遮掉了。我今天从衣橱里拿出来一件日常的衣服，我今天做着日常的工作，我今天回家做的日常的饭，其实这一天就是日常的，就你并没有用尽所有你可以去表达的细节来表达你自己。那有可能你说的话也是日常的，有可能你是客套了一天的。我特别鼓励大家，就是每一天你就活在当下，活出自己。其实是从服装就可以开始，你可以不日常，你可以把领子变成不对称，自己舒服就好。对，自己舒服就好。如果路上有个人说，哎，我很喜欢你的不对称领，其实这个时候你的这种正面反馈的这个自豪感是很强很强的，你得到2个人之间的这种心灵的撞击的感觉，是比你穿一件日常说，哦，你这件衬衫挺干净的嘛，真的。
我认同你说的，只是说我一想到那个不对称的零，我就心里已经开始不舒服了。因为你喜欢对称嘛，因为我喜欢对称，但是我同意你那个点，就是当你去表达自己，然后别人认可你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开心。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真正的审美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表达，完全是，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风格、装修风格、完全穿衣，是对，其实是你自己对自己生活的一种哲学和理解。最后的环节是希望我们大家都分享一句话，作为今天的总结。就每个个体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美，找到它，展示它，就会有共鸣。找到属于自己的审美，然后其实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与声音。审美不是外在形式，是内在精神的外化。真正的审美不是精致，而是对自己的诚实。当你用诚实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自己，那就是你独一无二的美。OK，独一无二。独一无二。